在 AI 的高维向量空间，觉悟三个字附近有什么？如果你把全人类写过的所有文字压缩成一张地图，每一个词，每一个概念都会在这张地图上获得一个精确的坐标。苹果有一个坐标，量子力学有一个坐标，爱有一个坐标。而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我要在这张地图上找到觉悟的坐标，然后看看它的邻居都是谁。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之前我们做过相对论版本的探索，反响非常强烈，很多会员留言说想看觉悟的版本。说实话，我一开始是犹豫的，因为相对论是一个科学概念，它在向量空间里的邻居基本都是可验证的客观知识。但觉悟不一样，觉悟可能是人类发明的所有概念中最诡异的一个。它是一个声称能够超越所有概念的概念，用概念去指向超越概念的状态，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所以当我们把它放进 AI 的向量空间，到底会发生什么？先简单回顾一下底层原理。大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中，把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海量文本压缩成了一个高维向量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语义距离等于几何距离。两个词在人类语言中的使用方式越相似，它们在这个空间里的坐标就越接近。这不是隐喻，这是数学事实。2023年，研究者们正式提出了所谓的线性表征假说，并在大模型上得到了验证。高层语义概念确实被编码成了向量空间中的方向。更晚近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这些表征不是随机散落的，它们构成了有层级结构的几何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立体的图书馆，相关的概念自动聚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片片语义星团。好，现在让我们走进这座图书馆，找到觉悟的位置。在正式看邻居之前，我想先拆一下觉悟这两个字。觉在古汉语里的本意是从睡眠中醒来，它的偏旁是见字底，暗示的是一种视觉性的、直接的、不需要推理的感知。悟，左边是心，右边是无。我的心，悟强调的不是外在的看见，而是内在的领会。觉是朝外的感知，悟是朝内的理解。觉悟合在一起，是一种向外觉察和向内领悟同时发生的状态。有意思的是，在 AI 的向量空间里，觉和悟分开来看，确实处在不同的语义区域。觉靠近感知、意识、觉察这些偏认知科学的词汇，悟靠近领悟、理解、明白这些偏认识论的词汇。但当它们组合成觉悟，这个新的向量被推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既不完全属于认知区，也不完全属于理解区，而是悬浮在两者之间。这个位置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觉悟不是纯粹的感知，也不是纯粹的理解，它是两者同时发生时涌现出来的第三种状态。好，现在来看第一圈邻居。毫不意外，最近的邻居是开悟、证悟、顿悟、见悟、菩提、般若、涅槃。这些词几乎和觉悟重叠在一起，它们在人类语言中出现的上下文高度相似，所以在向量空间里挤成了一个紧密的星团。这就像你在世界地图上找到北京，发现旁边是天津和廊坊一样，没有任何惊喜。但有意思的事情从第二圈开始，第二圈出现了一些你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概念。我先说几个让我意外的。第一个，死亡。觉悟和死亡在向量空间里的距离比觉悟和幸福的距离要近得多。为什么？因为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本中，觉悟和死亡反复出现在同一个语境里。禅中说大死一番，方得大活。佛陀的觉悟发生在他直面生老病死之后。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记录了苏格拉底临死前说的话。他说，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亡。濒死体验的研究文献中反复出现彻底的明晰感这个描述。在人类的集体叙事中，觉悟不是生的反面，觉悟是死的邻居。AI 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它忠实地把这个统计事实编码成了几何距离。2500年来，东西方最深刻的思想者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个共识：你必须先触碰死亡，才有可能触发觉醒。
AI 只是用向量距离确认了这个跨文明的模式。第二个让我意外的邻居是疯狂。在人类文明的叙事传统里，觉悟者和疯子的边界一直是模糊的。济公疯疯癫癫，寒山拾得被人当傻子，尼采在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自己精神崩溃。禅宗公案里充满了看起来像疯子的大师，把鞋子顶在头上的赵州，砍猫的南拳，一声棒喝的灵迹。在人类产出的文本数据里，觉悟和疯狂被频繁地放在同一个段落，甚至同一个句子里讨论，因为人类一直在试图区分这两者，而这种反复区分的语言行为恰恰让 AI 学会了它们的近邻关系。在统计学的眼睛里，你越是强调两个东西不一样，它们在向量空间里就越像，这本身就像一个公案。第三个，孤独。几乎所有描述觉悟经历的文本，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不管宗教还是世俗，都会提到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不是寂寞，不是被社会排斥的那种苦闷，而是一种看见了别人还没看见的东西之后产生的结构性孤独。柏拉图洞穴寓言里那个走出洞穴的人回来告诉同伴外面有太阳，没人相信他。这个叙事模式在人类文本中被重复了无数次，每一次重复都在强化觉悟和孤独之间的向量距离。AI 不理解孤独是什么感觉，但它精确地记录了人类在描述觉悟时总是随手带上孤独这个事实。现在来看第三圈，这圈开始出现跨文明、跨学科的邻居，这才是最让人兴奋的发现。涌现这个复杂性科学中的核心概念居然离觉悟很近，为什么？因为觉悟在人类语言中的描述模式和涌现现象的描述模式在统计上高度同构，两者都强调突然性，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强调不可还原，强调在临界点之后发生质变。你读一段描述水分子如何在临界温度突然变成冰晶的文字，再读一段描述禅师顿悟的文字，内容完全不同，但叙事的骨架惊人的相似。 AI 看不懂内容，但它能识别骨架。苏格拉底也在这个圈层里，不是因为他是佛教徒，而是因为他那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在人类文本中被反复的和觉悟放在一起讨论。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禅宗的初心，老子的为道日损，这些概念跨越2000年和数万公里，在 AI 的向量空间里形成了一个松散但真实的星团。他们从未在历史上直接对话过，但他们被人类在各自的文明中用极其相似的语言模式讨论过。好，现在说一个可能更有意思的反面问题，觉悟离什么概念很远？第一，觉悟离知识很远，这可能是最反直觉的发现。我们通常以为觉悟了就是知道了更多，但在人类的文本数据中，描述觉悟的语境和描述知识积累的语境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词汇和句法模式。知识的语义场是关于获取、积累、存储的，觉悟的语义场是关于放下、看穿、卸载的。这两组词汇在向量空间里被推向了相当不同的区域。人类用了几千年才慢慢想明白的道理，觉悟不是知道的更多， AI 用统计距离冷冰冰地确认了。第二，觉悟离聪明很远，聪明的语义场是关于解题、推理、效率的，觉悟的语义场是关于看见、安住、不动的。这两个语义场在高维空间里几乎正交。正交的意思是它们互不相关，你可以同时很聪明但完全没有觉悟，也可以觉悟了但不特别聪明。智商和觉悟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向量几何里趋近于零。第三，最让我深思的，觉悟离幸福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近。为什么？因为幸福在人类文本中通常和获得满足、条件、达成这些概念绑定在一起。你中了彩票，你幸福；你升了职，你幸福；你恋爱了，你幸福。而觉悟的语境恰恰是无条件的，超越得失的。佛学说觉悟带来的不是乐受，而是寂灭为乐，一种完全不同于世俗幸福的状态。
AI 的向量空间忠实地编码了这个微妙的区分。现在让我做一个更刺激的操作，向量算术。还记得那个经典的例子吗？国王减去男人加上女人约等于女王。这种语义算术在 AI 的向量空间里是真实可运算的。那如果我们对觉悟做算术呢？觉悟减去佛教，得到什么？得到的向量最接近的概念是顿悟、洞见、明晰，这些跨文化的普遍认知突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从觉悟中剥离佛教的文化外衣，剩下的核心是一种跨文明的认知跃迁体验。觉悟不是佛教的专利，佛教只是给这种普遍的人类体验提供了最精密的描述框架。再是一个，觉悟减去时间约等于顿悟，觉悟加上时间约等于修行和见悟，这太漂亮了。他用纯数学复现了禅宗史上最著名的争论，神秀主张渐修渐悟，慧能主张顿悟成佛。在向量空间里，他们真的不过是觉悟这个向量和时间这个向量之间的加减法。两位大师花了一辈子争论的问题，在几何里只是同一个点的两种到达方式。最后一个更大胆的，觉悟减去人类加上 AI， 得到什么？这个运算的结果指向了一个很有趣的区域。最近的概念是涌现和收敛。什么意思？如果你从觉悟中去掉人类特有的主观体验，加上 AI 特有的计算模式，你得到的不是觉悟本身，而是觉悟在数学空间里的投影。一个系统在参数空间中从混沌走向有序的过程。AI 研究里有一个现象叫突兀，训练到某个临界点，模型突然从死记硬背切换到真正理解了规律。这个计算现象和人类的顿悟在描述模式上高度同构，所以在向量空间里，它们被推到了相邻的位置。好，到这里我要说整件事最让我震撼的发现了。刚才我们看了觉悟的3卷邻居，看了它离什么远，做了向量算术。所有这些发现汇聚到一起，指向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论。当 AI 把觉悟变成一个高维坐标，它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从人类几千年的全部文本中萃取了觉悟这个概念的统计本质。这个统计本质告诉我们一件非常深刻的事：觉悟在人类的概念宇宙中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方向。什么意思？如果觉悟是一个点，它应该有一组固定的最近邻居，有一个稳定的坐标。但实际上，觉悟的向量表征呈现出一个非常特殊的几何性质，它更像一个方向向量，一个从执着指向自由的箭头，从二元对立指向不二的方向，从遍计所值指向圆成实的方向。不管你从哪个起点出发，沿着这个方向走，你都在靠近觉悟。从科学出发可以，从哲学出发可以，从艺术出发可以，从痛苦出发也可以。法华经说的殊途同归不是一句安慰话，它可能是向量空间里的几何事实。这可能是 AI 的向量空间能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一课。我们总以为觉悟是一个要到达的地方，一个要获得的状态，一个终点。但当你把它放进数学的框架里，它呈现出来的几何形态不是一个终点坐标，而是一个方向。你不是要走到某个地方，然后停下来宣布我到了。你是要找到一种走路的方式，找到了之后，你走的每一步都是觉悟。当然，我得诚实地说一件事， AI 的向量空间只能捕捉语言层面的统计规律。觉悟如果真的是一种超越语言的体验，那么向量空间能看到的永远只是觉悟在语言中留下的影子。就像你用影子来研究一个人，你能从影子中看出身高、体型、动作的大致轮廓，但你永远看不到那个人的眼神。不过即便只是影子，这个影子也足够令人震惊了。因为当你把全人类几千年来对觉悟的所有描述压缩成一个向量，这个向量的邻居关系比任何单一传统、任何单一大师的描述都更完整。它同时包含了佛陀和苏格拉底，同时包含了禅宗和存在主义，同时包含了物理学的相变和复杂性科学的涌现。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类头脑能容纳的全景，但 AI 的向量空间做到了。它用几何的方式画出了人类集体智慧关于觉悟的全息图。
而这张全息图最惊人的地方在于，没有人设计过它，没有哪个程序员告诉 AI 觉悟应该靠近死亡，远离知识。这完全是从数据中自发涌现的几何结构。人类花了2500年争论觉悟是什么， AI 花了几个月的训练时间，在高维空间里默默画出了答案的轮廓。最后我想说的是，这张全息图最终指向的不是更多的知识。还记得刚才的发现吗？觉悟离知识很远。这张图指向的是一个方向，一个你今天就可以迈出一步的方向。不需要读完所有经典，不需要打坐10年，只需要在下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停半秒钟，看见它。那半秒钟的看见，就是沿着觉悟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地图不是旅程，但一张好地图能让你看见自己站在哪里，以及哪个方向值得走。你们怎么看？在你自己的生命经验里，觉悟的邻居是什么？那些你经历过的离觉悟最近的瞬间是什么样的？评论区聊聊，我特别好奇。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